旧平台改成陆云峰烧烤小酒馆。家里这个平台废弃很多年了，从这里看出去风景很好。过年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，家里人都非常的支持。初步的想法是在这些边边上都先装上栏杆，地上呢打算去做仿真的草坪去铺，购买一些露营风的桌椅、天幕，增加露营的氛围感。周边的树上全部加上灯带。今天先把上面这些废铁先清理一下，把姐姐姐夫都叫过来帮忙了。这些是之前做钓鱼台拆了之后留下的废铁，都非常重，把它搬到一边先放着，等收废铁的价格好一点再全部卖出去。终于搬完了，明天叫了邻居叔叔过来，先把栏杆给装了。废旧平台改成露营烧烤小酒馆的第二天，这些预制板当时铺的时候没有注意，有几个比较大的缝，所以今天叫了你的舅舅过来帮忙。这些缝装模全部用水泥填平，这个地方也用木板钉起来给它找平。买几块预制板的运费要将近上千，出于目前的成本考虑，我决定听从舅舅的方法。两个舅舅装修木工都非常的专业，这些材料是之前家里修房子剩下的，只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就弄好了，又省了一笔材料费。舅舅在给这些大的缝隙装模，我一直以为这个板子得从下面去放，这堆沙子也是之前家里修房子剩下的，所以今天最大的成本就是这2包水泥了，22一包。虽然说在农村里面做一个小酒馆可能人气不会太好，但是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，帮忙做事，帮忙解决问题。大家都说如果没人来，以后家里面自己人也可以玩，就当改造自己家院子，所以压力稍微小了一点点。上个视频很多朋友说我的2000块钱不够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够不够，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填完缝隙多出来的水泥就放在台阶这里了，原来这打算也是全部用水泥把它抹平，先放几个台阶到时候再刷一下颜色。这是今天的成果，嘿嘿。栏杆决定用钢筋来做，所以到镇上买了10几根钢筋，花了600块。很多朋友建议说可以用之前的废铁来做，但考虑到美观的原因，还是选了重新去买钢筋来做。毕竟咱们开的是露营风，不是叙利亚风。焊工师傅是找的周围的邻居叔叔，做这行已经做了很多年了，工钱因为不是我结的，所以我暂时还不知道是几百，明天再问一下我妈，因为对这块不太了解，长度高度基本都出了问题，叔叔全部帮忙重新量尺寸，重新裁，全部弄好只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。这台陈年老漆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，盖子都打不开了，最后撬开了。不过它还能用，咱也不嫌弃。刷漆咱们就不请人了，把我妈还有我姐拉过来，全部陪我做粉刷匠。主打一个字，就是省钱。虽然都不是专业的，但要求只要把它全部投黑就行。毕竟这是免费劳动力，不能有太多要求。别看只有这么几根钢筋，我们3个人刷了1下午，大概也就刷了3、4个。我想花2000块把农村老家的废弃平台改成，今天把平台两边还有下面的枯枝树叶这些清理一下，还有前面一些遮挡了视线的树也全部把它清理掉。这些树先拖回去，冬天还可以拿来熏腊肉。这个地方应该有几年没有清理过了，因为之前一直都没有用到下面。下面放了几个风筒，就每年会下来取2次风力，把好的砖挑出来，明天可以堆下面的台阶。
这块地我们整整挖了3-4个小时才把它挖完，把这些碎的砖全部扔下去，下面有个坑，把它填起来。虽然不费钱，但是真的很费人。挖了4个小时，终于把它挖平整了。今天把它全部整平，明天的话就全部打上水泥，然后上面铺一点鹅卵石。左边这里修个花坛，然后再买点花花草草种上，条鹅卵石小路。昨天整理出来的位置准备铺上水泥，然后上面铺一层鹅卵石，所以叫上我妈跟姐姐去河边捡鹅卵石。这个位置再过1个多月，涨水就要涨起来了。从家里走到河边只需要3分钟，我们就推了斗车下来啦。今天又是省钱的一天。明天请了2个人过来帮忙打水泥路，还有平台高的地方把台阶修一下，所以今天要把石头全部捡好。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到河里面游泳，从河里面捞鱼出来吃。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吃鱼吃到大，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吃鱼。下来的时候很轻松，上去的时候真的费了9牛2虎之力才拖上去。这车石头是有点分量在的，一共拖了2车回来，就等明天水泥路打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鹅卵石给按进去。需要花多少钱？今天要把前2天挖出来的那一块铺上水泥，还有前面的台阶需要修一下，所以请了2个人。这2个叔叔是做泥瓦匠的，工钱是1个人200块钱一天，早上8点不到就已经过来了。这个地方的坡比较斜，之前想做几个台阶，但是那个叔叔说像做楼梯这种台阶比较安全一点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台阶。红砖是上次那堆东西里面清出来的，所以有很多碎的，叔叔就全部铺在了下面。这个地方也准备用红砖砌一下，做一个小花坛。这个位置有一点斜坡，全部把它挖平又费劲，而且也不好看。弄个花坛，种点花花草草，还能增加点观赏性。到后面只剩一些废砖了，可能表面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这个叔叔在上面也抹了一层。这上面可以放一些鹅卵石，但因为我想起来的比较晚，上面很多已经干了，所以我又在上面加了一层水泥，但是因为技术不太好，导致后面有一种非常凌乱的美。这里后期再想办法去补救吧。这里是平台的下面，这边就不打算铺水泥了。我妈说把它挖平，然后上面铺一层红砖，都是用我们上次扔下来的这些不要的碎的红砖，慢慢的铺了一条小路。弄平整了之后还是挺好看的。这里开始就用水泥去铺了，这里就有经验了，咱已经上当过一回了。一边倒水泥抹平，我跟姐姐就一边在填鹅卵石。因为铺的整体厚度不是很厚，一些比较大的鹅卵石是铺不进去的。当时在河里捡的时候已经尽量捡薄的了，其实整体铺出来还是挺好看的，没有特意去摆什么造型，都是随便丢的。这边我妈的小路也铺好了，这里因为高度比较高，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搭了几个台阶。这里都是用这个砖来搭的，搭完之后粉刷一下，到手色。帮忙搬砖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然后2只手都负伤了，所以后面都是我妈跟我姐姐铺完了。明天可以铺草坪，买的这个草坪终于到了。草坪是改造第1天就买了，结果因为我们这边物流点不干了，所以就一直没有给送。加上前2天下雨，休息了2天，今天就准备把它铺上去。草坪的话买的是2.5厘米厚的，商家说这个厚度可以管2年，实际看起来这个好像没有2.5厘米呀，但买都买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个长度有的地方需要裁剪一下，宽的地方基本上都能直接滚过去，除了边边需要补一下，其他的都还挺好的。这个铺起来挺快的，到时候再买点胶水，把有缝的地方粘一下。
就不会有这种黑边了。小橘子在这里一直要帮忙，这应该是这几天改造中最轻松的事情。大的铺完边边这一块需要剪一下。其实买的桌子椅子也到了，本来想摆出来看一下效果的，结果摆出来才发现椅子的尺寸买错了，今天又赶紧退回去重新换了。今天先把草坪铺完了，明天再去山上挖点树，搞一些小的软装，挖一点好看的花花草草回来搭配一下。楼梯这里需要重新弄一下，加宽一点，太窄了，很容易摔跤。大家觉得好？到河边捡2个别人不要的油漆桶，花20块钱把它改成这种风格的花盆，顺便把这些在家里放了很多年也没有用上的旧花盆全部改个颜色。这个桶准备用油漆来刷，把家里之前修房子剩下的陈年老漆都翻出来用上。但它一个底座竟然要80块，这个价格我还是自己做一个吧。懒得做模具，就找了一个厚纸箱，直接往里面装水泥就行了。装满，把商家送的底管放进去，表面抹平，剪点好看的鹅卵石。这个小花坛弄好之后一直没种上花，今天刚好镇上有集市，一大早就去赶集买了花回来。今天我们把这个小花坛给种上，买了2株颜色不一样的三角梅，本色也好好看。一株大的种在这里，长大了之后就可以顺着这个柱子往上爬，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一柱子三角梅了。这棵绿叶葱葱的树忘记叫啥了，还买了2棵很好看的月季花。听卖花的姐姐说月季很难养，就不知道她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了。再去河边挖2棵芭蕉叶树，本来想把它种在花坛里面的，但去挖发现太大了，
就挖回来种在平台的下方吧。芭蕉树好像要生活在水边吧，这个应该活不了吧。把家里屋旁边这棵长得很笔直的棕叶树也挖过去，放在平台的右边，种在这个角落这里。明天再摆上桌椅，感觉一股浓浓的度假风感觉就出来了。买花的快乐大概就在于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种好的这一刻吧。经过了1个月的改造，我终于把家里的废弃平台从这样改成了这样。今天要把栏杆上的灯装上，选了这种太阳能的小灯串，有点像玻璃的材质，白天晚上都很好看。这是我买了100米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缠的时候老费劲了，动不动就打结了。这点距离差不多缠了1个小时。这边树上用了 LED 的灯串，这2棵树都很高，上面就没有办法缠到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再给台阶这里装上灯带。买的桌椅到了一部分都用了这种露营风格的，组装收纳起来都很方便。改造差不多1个多月了，终于能看出一点效果了。摆好桌椅，加上我们的氛围灯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在农村卖多少钱1杯比较合适？网上买这个竹杯一个大概需要8到10块钱，所以我想砍一根竹子自己来做。这个竹子是楠竹，大的竹子每一根都有碗口那么粗，用来做杯子就刚刚好。这个细的也带回去，到时候可以做竹灯装饰小院。再贴上想贴的标签。大家觉得这个竹筒奶茶杯好看吗？今天把河边的废旧轮胎都捡回来，把它改成这种轮胎花盆，用来种花。捡回来的轮胎清洗一下，晾干之后就可以上色了。买了几瓶丙烯颜料，店家说这个是防水的，这个上色干得很快，而且颜色鲜艳好看，就是不知道防不防水。白色跟蓝色用的是家里没有用完的油漆刷的。
用透明灯罩做一个这种好看的月球灯需要花多少钱？网上看到这个月球灯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个。先把宣纸撕成不规则的形状，把白乳胶挤到水里面1:1的比例。第一层先用水把透明灯罩喷湿，像这样把纸不规则的铺上去。我用的是宣纸，透光性会好一些。第一层纸巾贴完后就要刷白乳胶了，等表面再干一点就可以贴第二层了。这样反复叠加3到4层。贴之前把纸揉一下，这样贴上就会看起来有月球的肌理感。最后一层纸贴完，再刷一层白乳胶封层就做好啦。放在太阳底下晒几个小时，等它晾干。装上底座，放在柱子上，我们看看效果吧。这个灯真的很好看，放在柱子、茶几上都很绝，既实用还好看，拍照也很出片哦。这块菜园刚好在平台的旁边，自从改造平台以来，我就想拆了它。在给我妈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之后，今天终于对它下手了。因为家里面养了很多土鸡，妈妈怕鸡进来把菜全都吃完了。但是挖这一堆土，我花了1天时间，才终于把它挖完了。然后又发现了令我更崩溃的事情，旁边还有一堆沙，土都整平了，那也不能不管这堆沙呀。
这么大一堆也没地方倒，只能把它全部铺在这块。这些钢材都是家里之前修房子剩下的，刚好可以用来做底座。先把这些钢材都搬出来。木屋帐篷的底座准备做3米乘3米的，这些钢材全部都是4米长的，所以请了焊工师傅过来，全部把它切成想要的长度，再把它焊接到一起。这里每一根的间距留得太宽了，每一根的距离大概留60到80就可以了，我这里留了1米，所以我后面钉木板的时候又加了木头在中间承重。把3个夹子的位置摆好，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从楼底下翻出家里面修房子收了很多年的木板，再把木板裁切一下，因为木板基本上都只有2米左右，全部都需要接，所以要根据底座的尺寸把它裁成相应的大小。把木板全部裁好之后，再用螺丝钉钉到钢筋上。铺的时候首先把第一块针固定上。其实这里我忘了一件事，中间忘记加木条了，所以铺了一大半，后面又给拆了，重新再铺。把木板排列好之后，再用螺丝全部给固定上。边上这里是90公分的木板接的，一块一块像堆魔方一样把它排列好就可以了。铺到最后这个位置有一点缝对不上，跟木工师傅学习了一下，把想要的宽度给标记一下，画条线，然后再用切割机给切下来，尺寸就刚好能够装进去了。又学了一项新技能，再用气钉枪把木板跟下面的木方连接一下，还有2个也全部切好木条，然后直接装就可以了。看着只是钉木板这么简单的活，打钉子钉螺丝到晚上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今天把底座的木板全部钉好，明天就可以钉上面的架子了。耗时5天，花了2000块，我终于把我妈的菜地改成了我想要的木屋帐篷。如何花最少的钱把这个木屋帐篷给搭好？首先咱们把家里能用的木材、钢材全都给它搜刮出来。我搭木屋帐篷的钢材跟木材都是之前单里修房子剩下来的，现在房子已经修好了，东西还剩了这么多，这不是四舍五入等于咱没花钱吗？木工咱们肯定是不会，但没关系，咱们有会木工的亲戚朋友呀，叫上2个朋友帮忙把木架子钉上，再把裁好的木板全部钉在方管上面。这里没别的，就是不停的打螺丝，打了1天螺丝，到晚上手都麻了。把4周多出来的木板切割整齐，再把上面的框架给放上来，打上螺丝。其实我有点担心这个4根支撑柱是不是太细了，还是在4周全部打个支撑杆吧。这个木头因为用的是自己家里的，所以全部没有做防腐处理。我本来是想刷木蜡油的，但是大家都说刷清漆会好一些，所以就买了2桶清漆来刷。能刷到的地方反正我都刷了，希望这个清漆能有一点作用。帐篷布买了这种防水的布，这个店家尺寸给我弄错了不说，然后也没给我开窗户。本来是1张7米的，只有1个他做了7米，其他的2个他都裁成了3米，就得我自己再接一遍。这么做的后果就是顶着30多度的太阳，又多晒了1个小时。钉好最后一块的时候，真的如释重负吞了。大家觉得这个木屋帐篷做的怎么样？花多少钱？这是家里之前修房子剩下的木材，刚好还有4根长的可以用来做主梁，在家里还找到了一些这种春树木板。我觉得这个木板的颜色跟我想要的中式凉亭的颜色
很接近。春树木板不够，中间这里就用沙树木板做了，到时候再用木纹漆把它改成一样的颜色。因为凉亭是立在这个台子上面的，所以就没有再打地基，把4根主梁钉在一起，这个凉亭的基础框架就搭出来了。先把框架给立起来，然后用钉子把框架固定在地台上面。固定的钉子要用长一点、粗一点的。柱子跟地台连接的位置全部都打了3、4颗钉子。我想要的是那种中式风格的亭子，现在这个正方形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边边上都做了这种亭檐出来。这个亭子做的是3米乘3米的，但是家里所有的木头都只有2米或者是不到2米，所以就导致在做中间这些横梁的时候，所有的木头都需要重新再接一下。先把两边亭檐的形状给切出来，雕龙画凤咱们肯定是不行，但是做点小造型出来还是难不倒我们师傅的。因为要做这个亭檐出来，所以就不能全部用钉子钉了。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结构，直接把它卡在梁上就可以了。中间的横梁全部是用2根木头接的，把中间切掉一半，然后再用1根木头连接上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结不结实，全部接上去之后看着好像问题也不大，再把这些横梁全部给卡上去。一共做了12根横梁，把这些横梁全部装好卡上去，这个凉亭也就算差不多做好了。这些木头因为都是家里的，所以没有做房子处理，我准备全部刷一遍。凉亭的顶层本来是想用透明的，但是镇上买不到，店家说这个瓦晒久了之后也会变白，因为上面还要盖茅草，所以问题也不大。为了凉亭更有感觉一点，我又让师傅加了4根这种横梁。屋顶茅草买了这种塑料的，但是颜色买错了，好像不太像真的茅草。这个退换货运费实在太贵了，所以买回来了就只能先把它装上去了。先把它给连接起来，凉亭是4米的，大概需要7块，连好之后再拿上去钉。茅草是全部钉在瓦跟木头上的，所以还需要在上面打螺丝固定。钉着钉着好像就发现买的茅草有点少了，所以中间的间隔留的稍微宽了一点点。钉好之后从下面看就会有点稀疏，能后期再去补吧。这里我买的是100片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还要30-40片才能让它看起来更饱满一些。再把下面之前打的这些支撑的木板全部去掉，因为亭子一直有点摇摇晃晃，我一度担心把这些打掉亭子会不会垮。幸好这个质量还是暂时过关了。把买的这个纱帘装上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这个外围围着你们修一个长花坛，我的改造就一个字：省钱。把家里这些之前修房子剩下的砖全部给它用上，再把楼顶上这些不知道堆了多少年的沙全部给装起来，扔下去也得利用上，倒点水泥搅和搅和，这加一块大几千不就省出来了吗？和好水泥，师傅开始砌砖了。因为是用的这种水泥砖，高度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确，就都用了2块砖。因为本身在户外又是墙根边上，所以的话高度也够了。里面就有土了，会比外面高。师傅亲眼留下，两边做的是同样的高度。这棵长了2-3岁的枇杷树，刚好挡住要封砖的位置，把它拔掉，种在别的地方去。结果快砌完的时候，师傅告诉我，咱们的沙不够，这么点沙买是不可能买的，去路边别人家讨一点，这家讨2袋，那家装1袋，这不就够了吗？等我把沙拖回来，师傅的花坛已经砌完了，接下来就是两边跟上面全部要用水泥浆抹平，把楼上的废砖也全部扔下去，填到孔孔里面。过了今天，这方圆1公里看不到一块这种废砖烂石头了，全部都填进去了。我以为给表面抹平整很简单，不就是水泥往上浮吗？结果师傅说要给我抹得平平整整，刷漆好上一点。看着抹了1遍又1遍再1遍，想找个热乎点的，外面的暖
就可以开始抹上面了。看着2位师傅默契的配合，我这几十米的花坛竟然真的1天就完工了。开始我是想把两面全部刷白的，但是现在看看这样好像效果也还不错。大家给个建议，我要不要把它刷白？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的效果吧。房子改成这种全景大落地窗的风格，需要花多少钱？这个老房子就每年冬天用来熏香腊肉，平时就堆放杂物。今天就先把这个房间里面的杂物全部都给它清理出去，把这2间房的杂物都清空。今天叫了师傅过来，先把后面这个墙拆了。我已经拆了，做一个全景的大落地窗，这样也可以开。因为这一面泥河，打开窗风景就很好，所以打算做一个大落地窗。推开窗就是河面、山川风景，心情一下就被治愈了。我让师傅拆的是2头跟底下都没有拆到底，想问一下大家，这个需要拆到底吗？师傅说到时候装玻璃2面都需要做框架，如果全部拆掉的话，玻璃没有办法安装，所以就先拆成了这个样子。具体的还要去做玻璃的厂家那里问一下。拆完了之后大概量了一下，高度是2.4米乘3.4米，这量的哪是面积，量的是我的钱包呀！这么大一块玻璃，怎么也得几千上万吧？这玻璃应该就是整间房最贵的部分了吧？窗的卧室，改造第一步干什么？当然是拆。后面原来的窗户太小了，全部拆掉。这个门也太小了，前面全部把它拆掉。拆完当然还要给它砌起来。镇上都没有，所以开车1个多小时来现场找。找到了，卫生间这里的样板都没有我想要的。看了图片，让老板第2天晚上10点多送过来。师傅说他们很快下午5点出发的，3家都送完了，但是装货的师傅把砖装错了，全部搬下来核对的时候才发现，麻匠师傅开始贴砖了。2间房我用的不一样，这边是木纹砖，我试了一下，看着很简单的磨水。
说。